于可以上去卡制猛猛砍了，不管3、2、1，哭就是砍的那种感觉。就那个武将真意回来了，武将之魂回来了。对，来吧，第3局 DYG 还是选红，盾山搬掉，鲁大搬掉。其实DYG要注意一下这个 AG 前期进攻的这个组合的。先看一下啊，第2个班位沈梦溪，这一把会不会像前面评论区说的，这个达摩得拿出来了？是梅斯夏洛特，狂铁。这个班位很难看到啊，看不明白。苏烈，故乡就在。DYG 这边是有张飞的，还有邵思源，看用哪套去打。自己的大司命也还在，但 AG 这边有海月。黄沙席卷之处，大帅的苏烈8战7胜，格亚尔千成现在比较自信的英雄。邵思源拿不拿？邂逅。我先拿张飞。回忆起重要的事。那 AG 这边有仓啊。雷霆所击，无不泯灭。司空震，你们逃避，我征服。孙权直接孙权打格亚。就怕这楼如果不拿的话，后面 DYG 应该会直接搬仓和孙权。无奈大司命，大司命，司命者。DYG 这边已经双前排了，有情很硬啊，坦度是够的，但这把一定得把配合打出来。明显前面2小局 DYG 的配合会出了很多的一个问题。他单点有一些镜头，对，但是他的团队镜头明显没有 AG 这边来的多。是的，阿古朵直接搬掉。老夫子，直接为司空震搬的。海月也是为大司命搬的。对，关羽。进，但这把 AG 的中路选择会有很多，像甄姬啊、女娲都挺好用的。狂铁搬掉最后，主要是因为双面已经出了，拿个狂铁的话，吕布出不了。是的，唯朕独尊。嬴政就有双前排的一个强度，让嬴政开扫，对，多打消耗，就想以柔克刚。但感觉今天的 AG 不太会给这种机会。女娲抵着嬴政出的，嬴政打女娲还是可以的。应该想直接开起来。橘右京，橘右京还是暴力，打大司命很好用。这个达摩出不出？是和理想结盟，马超纯洁立誓。那这把 DYG 就纯玩线的阵容了。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在这段时间 AG 之前的3冠军主力轮换的这个阶段里啊 ，AG 赢下的比赛里面，我们去看一下大帅的一个亲近率，就是他跟一场比赛里赢下来，他跟队友待着的时间，他亲近率最高的点是小鱼，占到了其中的47.7%。这数字如果数据没有出问题的话，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其中第2才是小凡40.6%。但是我们去看一下，比如说像现在成绩比较好的像京东，像之前狼，其实他的射辅亲近率就是在35%左右。其实换句话来讲，方向是不太一致的。因为在 AG 前面2轮那个比赛中，基本上大帅就是前面会一直帮小鱼打一个对线，控制这种资源赤甲劣质。对，他单日47.7%， 23胜是很高很高的数字啊。因为逆风的情况下也是40%多的亲近率，这可能也是导致整个 AG 打法会有所变化的一个点。如果在长生跟中医的回归会加强他们中野辅的联动，包括河道两边的对抗，甚至对对方野区的对抗，那么大帅跟小鱼的亲近率是势必会下降的。然后他跟中艺跟长生的亲近率是一定会上升的，而且变相的其实会解放一些渲染这边在前4分钟清线的一个抗压的时间。其实这是我想讲的点，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渲染这两把有点慢慢的会不一样。如果这么打下去，可能会更不一样的点，就是因为这样的打法，其实你才离对抗路会更近，对，你才能够让它更多的动起来。就渲染一定会在前中期受到更多的一个照顾，经济肯定会变多，然后他的对抗机会也会变多。是的。因为47.7的这个数字是极度夸张的，那将近拿到1半。但是以前2局来看，肯定不是这个数字。
明显今天 AG 是更加整体的。对，你看他这把的选择也是一样，就是他们更多的还是在打中野辅的对抗，让发育路变成那种就清完线后面来跟输出的。对拖后中期补发育跟团战的打法。来吧，双方的第3局比赛，蓝色方成都演唱会，红色方深圳 DYG， 目前比分2比0，进入比赛。全军出击！小轩这个动向要直接发育路开，然后让张飞去帮忙看一下野区。但如果大司命露头的话，可能中艺会反个山豪。哦，主要还是没线权，嬴政新鲜太快了。大帅小心一点，1分钟前这个被动还没好。但他只是为了干扰小轩他清线的时间。是的，只要大司命你离开的越慢，他就赚的越多，你的速率就越慢。对。马上50秒了，还没去刷蓝区的野怪，这个野怪是看不了的。想抢看，最终是这个赤甲被小乐拿到。看一下中医的动作，知道你大司命肯定在打蓝区，速度慢。对，前面因为大帅撑了足够久的时间，拖了20秒钟。这样的话，现在 DYG 的人会从野区过来，是能够看到这个画面的，但过来的速度应该是来不及。大司命这个时候过来 ，buff 已经没了，红衣已经被反掉了，拖太久了。但大帅这个位置要交代在里面，看可能要反进 AG 的红。是的，好像不转，局面反转了，打太久了。因为这波长生是在对抗路想去拿这个空间之灵，这等于是换。应该是 DYG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了，他蓝区的那个小野没刷，哎呦，没拿到，拿回去了。因为小轩好像是没有惩的，哇，这波好亏啊 ！DYG， 终于就是试一试，总有机会，不试一定是对面的。对，来看一下，这波是反完之后，这个就我感觉大帅要直接走，是不是有机会？直接走应该是能走，就而且能加闪，但是试试看。对，有闪，但这波开场多赚一点，他想把山豪顶到最边上的墙上，然后让中艺再拿一组。对，但是中艺第一时间就知道，我感觉我得赶紧想走的。就贪了一波，想要的更多。不过好在还是这个红区被中艺保住了，这个红保下来很关键。极限，你大司命有红的情况下，捏人还是挺难受的。大帅那波是真的贪，就感觉他不交那个2也能走，闪现过墙2技能也走了。对，因为他现在回去其实这么倒过来讲，他倒的那个位置是有点奇怪，奇怪的。好，大帅预判连位置没有能够拍到，他卡住了小乐的位置，这里走不了了。激火跟上，强行带走，落空拆不干净。先是大招封你后面的走位，如果马超这边想走的时候，直接被大帅2技能顶到墙上了。是的。哇，今天这支 AG 啊，感觉进攻性有点拉满。最近 S5又有点更乱了。要变天了，S5会比之前还乱，绝对是之前的平均时长都不到15分钟，是14分53秒，现在感觉要更快。落地下来，吃一套，有个矩阵位移一下，扫起来。而且前面也说到了 ，DYG 这把其实不能打死架，他们得慢慢拉扯去消耗，你在那躲不开。就很容易在碰头的时候直接就被 AG 这边开了，但他们这把是得完线的。其实我感觉就是长生中艺是因为他们歇了一段时间，压力上小了一点。大帅呢是这赛季有了一些更大的变化，加上渲染也有点解放自己，整个队伍一瞬间有一种野性被释放了的感觉。所以他今天攻的特别猛，就打得很嗨。就第1局感觉还有点在找比赛状态，这2局明显攻的有点凶，就 DYG 第一时间有点接不住。就感觉打团打不过，所以说第3局这把想玩一下拉扯阵。哇，没闪的，秒了！过来大招吸一口，但位置能撤出来吗？拉2段，黑沙帮的位置盖的不错，大帅这个位置可以点灯。侧面的小鱼在这个口子，疯狂的盖技能，中艺这里可能走不了了，被激火带走。小乐进来，反复的扎2下，但小鱼炫了进去，渲染也跟进来，再补点伤害。但小轩的状态很好，拿完这个蓝 buff， 感觉有机会去开第1条暴君。现在项羽没想到自己的血量真的没了，想来红区看一下，太爆了！他是一套打完之后接惩击先流，然后大招刮的时候，苏烈跟过来拍了一下，直接砸没了。而且刚刚那波项羽是没闪的。哎，长生这位置，但落空手里没大招。
小轩是有惩的，能吃下来。但所幸啊，就是 DYG 里经济并没有落后多少。但 AG 这个种明显是不着急的，他本来其实前中期就应该稍微收一点，只不过只是今天打的很嗨。对，我感觉特别中意这个点，现在兴奋起来了。对，你这个来看一下角度啊，一技能过墙，二技能一惩大招。啊，接上大帅的大招，这波大帅不大闪，应该也单杀了，都是为了点灯更快。我 CD 没好，这里黑沙爆弹放的位置非常漂亮啊，也是吸住人了，但是后面还是打不过。其实现在应该是 DYG 他们要发力的时候，但是 AG 其实还有2个发育点在慢慢发育。对，小鱼这位置很尴尬，小鱼这走不了啊，这项羽角度封的好，往后会被扫死，往前会被打死。DY 都走不掉。大招还行，就 DYG 也明白，现在他们得主动去接架，就不能被后期阵容在中期、前期压着打。对，一旦被 AG 拖到后期了，这团更不好打。其实小鱼跟长生这都没到发力期的，这渲染也还没完全到。这3个英雄都要发育，就 DYG 得尽早的把这个外塔给破了，然后让小乐去玩线，兵线能如果牵制到，再来正面打团。看一下经济，其实还行，就咬的还是比较紧的。对，但大司命经济稍微低了。进野区看了一眼，这野区太干净了。渲染现在要等一下兵线了，这波只能放进来吃。这位置大司命的，这里也感觉要被究竟抽一套。哎，还好。 AG 这波人的站位有点分散，对，在3个地方。是212的站位，女娲落地，瞬间变成了3人的合围，给了一套，另一边也盖过来，这从哪儿就突然来了一波4人包夹？本来是122，突然变成了其实4-1，打的时候还在下路那个赤甲的位置，就女娲落地传过来，然后直接被大帅拍了。苏烈顶，女娲推，位置往中路卡，然后中右飞过来一个司空阵。这种就是要一瞬间的及时的沟通，晚1秒可能都来不及。DYG 被打掉了一波，红区可能要被禁。而且这一波的话，其实中义是一直在对抗路吃线的，应该吃了3波线，经济非常高啊！就这波打架的时候，他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。张飞没大的，红区没有药，拉开，看一下小乐的位置，这一刀很痛啊！小乐在绕，是的，能找到机会吗？还没被发现，但是好像来不及了。队友已经走了。是的，应该想抓一个落单的，但是 AG 这边直接该传的传，该回的回。因为蓝野区也没有资源，也没有人往野区里走。其实如果进野区的话会被逮到。忠义又来了，但是这个位置他好像要被围，因为小乐那个位置已经拍马赶到，2枪戳出来，但忠义稍微有点硬。忠义第一时间他有个守护很冷静，他如果第一时间直接去打大司命的话，他可能就死了。他没有去打这波的一个状态，没交技能。对，哦，但是小乐自己的位置被封住了，有点尴尬。回头调角度，顺着墙往前摸，虽然有红的，另一边冲过来个大帅，大招狠狠地 K 了一下，说我来都来了，怎么能没收获？是的，说笨狼白开的吗？那波确实走不了。我刚才渲染身上还带着红 buff。主要就是前面想绕，但是队友第一时间要去清线，所以他就成了落单的那一个。那这个很不对，非常不对，因为现在小鱼的经济孙权比戈亚高，徐有金领先大司命多少就不谈了。渲染这个位置的经济现在也追上了小乐，他可没少参团。而且你再等女娲出一件装备，这大司命被几个矩阵一控，徐有金抽2下，根本吸不到血。看一下打野的队友啊，领先1200。然后左边这可是一套后期阵容，好吧，那叫纯后期吧，但他有后期的能发力的人，核心点在。而且 AG 这几波想得很清楚，你马上想带线，我就2个人过来，不给你带，你敢带我就直接抓。这导致小乐其实每波线带的都很难受的。这波远南线渲染可以提前断掉，然后再过来支援。另一边的话，小鱼已经传了下来，看 DYG 这波决策怎么做。现在他们是2-3，
的分线，龙还有10秒钟的时间，但上路兵线其实有点差。安明星，主要在这个地形，大帅这波是有闪有奔狼的，但是落空也有大，哦，想预判，就项羽也原地不动。哎，等一下，张飞吼的还不错，保了一手小轩，终于这边拉回来，血量不健康被逮到了，跟上小乐的伤害，2个人打掉了。孙权进场，但是这波 combo 接控制爆发全部咬了上去，一瞬间2点击破，还能继续点。虽然说第一时间忠义被激活了，但是后续小鱼的被动叠起来了，直接大招进场。看看为什么落空其实吼的挺好的啊，不然那下其实小轩那里就算不死，血量会被抽的非常低。血魔开起来能走，好在有个血魔。是的，就刚才是张飞的一个吼，然后断了忠义的位置，然后激活把这个橘右京打掉的。但是后面的团战还是不好打，就我们提到那个点，因为 C 位的经济已经慢慢的都起来了。对，越往后期 AG 的这边的核会越厉害。看这里啊，矩阵控一下。就是预判嬴阵闪现的往左边放，结果项羽现在原地不动。然后这里吼的其实挺好，对，控的比较久。然后接上马超的伤害，但这个时候孙权被动一技能叠满了，还有红挂在了马超的身上。然后兵甲，对，兵甲进场，再挂张飞。越到后期 ，DYG 的团是越来越难打的。对的。而且这把也 DYG 也没什么控，渲染的进场是没什么压力的。包括小鱼，其实忠义也是一样，因为他没事干就上来撩小轩一套，小轩没脾气。就橘右京打大司命是这样的，是除非落空，就像刚才那样去吼，不然的话这一刀抽在小轩身上就是白抽的。对，但你吼只能吼一个，基本上不会给你这种成排站一堆的机会。而且他马上更肉了，马上就要第4件装备了。等会儿苍穹一出更不怕。小乐继续找位置，从天而降，战时战枪。现在每波4公牛带个红，小乐带线也不敢带的特别靠前，一带就要被抓，位置被卡住了，再抽一套。哇，这个女娲加孙权的这个小 combo 还挺不错的，就矩阵能小控一下，然后孙权的一挂减速，很容易让小鱼这个被动给叠满。嗯，这个红应该不太好看。小鱼破晓了，就差一剑。大帅把人赶走，这个红还要硬看吗？吼2个，没伤害啊！是伤害地线跟不了，只有马超能跟2枪。大帅这个位置强开回推配合队友，小轩被直接秒掉。这波并不能算完美控，但是伤害足够高，再给千城一剑。就从 BP 完，等一下一个大招，很痛，就差一点点。从 BP 的时候我们就说，这把 DYG 它正面接团是很难接的。哎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，或者现在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觉得忠义今天能让他第2把打完，他兴奋起来了，而且可能是这种休息了一段时间回来人会放松，他这个操作的感觉速率特别高，就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兴奋，你知道吗？就换做以前绝对不会这么粗暴，他的操作频率跟速率非常高啊，就每波他的提前量都拉得很快，能抽一定抽，对，又来，智能也快，打的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感觉。就以前在 AG 游野区的时候，他们绝对不会打架的。这上一把那波云鹰蹲西施，2片野区都在，长生也是35.2的伤害占比。4条龙兵，这个1万经济的橘右京没事干上来摸你一下，是有点受不了。长生的矩阵放的也好啊。直接打，下高破，中路还在抽状态，应该会再压一波，然后去开暗影暴君，但经济差已经非常大了，7000。小鱼的位置失了技能，但是他有点硬，队友掩护一下撤退，渲染绕后。那这个位置第3级起火，这个4空阵也没办法激活，他也很硬。你看这个橘右京上来怎么抽你都留不了，就除非张飞开大，不然就是没办法。DYG 这边只有一个张飞的大，还不能随便吼。他还是希望这个阵容还是个优势局阵容，他这个优势局压着往前打马超单带的阵容。他如果优势局的话，就是大司命张飞往前一顶，这后面开大马超带线就完了。但是到这种逆风的情况下，张飞这个大就变得特别的宝贵。对，吼不了，他只要吼完那一瞬间 ，AG 会直接所有人都冲上来。小鱼渲染就全进场。
魔女，橘右京也成型了。看到正面人都露视野了，小乐要去带波线，盯着张飞吧。我觉得这把不管怎么样，如果 DYG 但凡有一点机会，一定肯定得是他个完美大。落后的大招，这个大家吼不出一个特别好的大招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转上路高地，轻描淡写点掉。马超没有后排捅啊，就长生一个点。轩辕有红追着点，正面要溃败了，逼大招张飞大不得不吼到两人。马超这个时候侧面进场，但是他看不到能捅的人啊，只有一个橘右京跟苏烈，因为女娲在前面，孙权在右边，而且还有肉装。轩辕在红 buff 最后的几秒钟打出了落空的大招。是的，然后再给一剑，小乐在后面被牢牢卡住，绕不过去，他打轩辕有点吃力，还是自己被打掉了，正面被打到，他们边境两分，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。这小乐绕了半天绕过去，没有人能捅。过去第一眼看到橘右京，第二眼看到苏烈，这把就有点恐怖了，就是一个后期阵容，在前期完成了发力。那 DYG 一个本来要打优势的阵容，在逆方的时候，他确实是没办法还手的。就别人抽你状态，你只能等着。然后被打残之后，这个大招被迫的只能交。从第一局的适应，到第二局的慢慢兴奋起来，到第三局的